在一个古老而阴暗的乡村，夜幕笼罩下，一座废弃的建筑悄然升起了一阵寒意。据说这里曾是一位名昭彰的吸血鬼的栖息地。相传，每当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建筑中就会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。一个勇敢的年轻人，名叫赵四，听闻这个传说后充满好奇心，决定一探究竟。他在深夜悄悄潜入了这个被岁月遗弃的庄园，月光透过古老的树木，照亮了他的前行道路。庄园的门敞开着，发出沉闷的吱嘎声。赵四进入建筑，感觉到四周的气氛异常沉闷。突然，他听到了远处传来的轻微的呻吟声，像是悲鸣的灵魂。他跟随声音来到一间昏暗的房间，只见一个苍白的女子站在那里，长发披散，身着古老的衣裙，她的眼神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。赵四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但好奇心让他屏住呼吸，继续靠近。女吸血鬼缓缓转身，露出了尖锐的獠牙，她的嘴角泛着淡淡的微笑，仿佛在迎接新的猎物。赵四的几乎站立不稳，但他的双腿仿佛被根植在地上一般。突然间，女吸血鬼向前一步，一把凌厉的爪子伸向了赵四的脖颈。他能感觉到他冰冷的手掌，以及一股无法言喻的力量将他牢牢困住。吸血鬼用锋利的指甲挖开受害者的肚子，然后吞噬器官。黑暗中，赵四的心脏狂跳，鲜血如潮水般涌动。吸血鬼女子开始享受着鲜血的美味，她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和满足。赵四渐渐失去了意识，最后被黑暗吞噬。第二天，当阳光照耀着这个庄园时，人们发现赵四的尸体躺在地上，脖颈处有一串深深的牙痕。那位吸血鬼女子如同往常一样，悄然消失在黑夜的阴影中，留下一片寂静和死寂。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期精彩故事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讲吸血鬼的传说故事。今天的故事是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吸血鬼故事。视频中有一些吓人的画面，胆小的朋友谨慎观看。今天讲的女吸血鬼叫昆蒂拉纳克或昆甸，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，有时简称为 Kunti， 是马来民间传说和印度尼西亚神话中的一种吸血鬼。昆甸是那些在分娩时死亡并成为不死生物的妇女，她们报复世人，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存在。如果不幸遇到，那就 BBQ 了。相传，昆甸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皮肤苍白，眼睛红，黑色的长发，她经常穿着沾满鲜血的白色连衣裙。昆蒂拉纳克也被描述为在捕获猎物时会变成更可怕的形式，猎物通常是男人或无助的人。因为它嗜血且具有肉食性，所以昆甸也可以以野兽或鬼魂的形式出现，类似于德古拉吸血鬼。普遍认为，昆蒂拉纳克是一位死于分娩的女士的灵魂。昆蒂拉纳克基本上是一个在晚上出现的女吸血鬼，有时她会带着一个婴儿。通常，她出现在路边或树下，她留着长发。有时她看起来年轻漂亮，以吸引男性受害者。受害者落入陷阱后，她会变得丑陋和苍老，牙齿锋利，还有尖尖的爪子。她以肠道和血液为食。昆甸被认为是被分娩吸引的。当有大量的血液从人体流出时，在过去，人们会采取措施防止吸血鬼在分娩时出现。
传说，一个在孩子身边死去的女人会再次复活为坤殿，不死不灭，你说上哪说理去？她会给遇到的所有人带来暴力死亡。如果一根铁钉钉在她的脖子上，就会恢复到原来的人性。如果钉子被移除，她将再次成为坤殿人，开始疯狂杀戮。由于其中一种生物的战斗力令人恐惧，很少有人愿意尝试驯服它。我估计也没那个能力。因此，殴打女人，尤其是已婚妇女，那就是不吉利的。在民间传说中，据说他会通过婴儿的哭声或者假扮成美女来宣告他的存在，然后吓唬或者干脆杀死那些不小心走得太近的人。为了引诱受害者，经常变成美艳的年轻女子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一点错也没有。听说它的存在有时候还能通过一股鸡蛋花的花香来察觉。接下来就是可怕的臭味。在一篇短篇小说中，居然提到是马来人妻子发明的。为了阻止丈夫与夜间邂逅的女人搞不三不四的事情，还有传说说，坤殿可能瞄准一些女性受害者，特别是那些怀孕或者正在分娩的女性，可能是想通过制造流产来报复，让她们在分娩的时候死去。听说如果哭声轻柔，它可能就近在咫尺，但如果声音大，就远了。还有人说，狗的吠叫声也能提示它的距离。有人甚至误以为闪光是它的移动，描述她为一位长发遮面，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，腿和脚都看不见。至于她的致命方式，听说她会用锋利的指甲挖开受害者的肚子，然后吞噬器官，而且她似乎通过嗅出晾在外面的衣服来找猎物。有些人为了预防，干脆晚上不留衣服在外面。传说，插一些像钉子这样的尖锐物体在她的脖子后面，能够帮助抵御她的攻击。听说这种方法可以让她变成美丽女人，直到钉子被拔掉。印度尼西亚人似乎对这个有点儿变着法儿，把钉子插入坤殿头顶。总之，听着这个传说，感觉夜晚要小心翼翼，还是离开香蕉树远一点比较安全。莱恩索尔是坤殿的一个版本，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，是马来民间传说中最致命的吸血鬼之一。与总是以美女身份出现吞噬受害者的昆蒂拉纳克不同，莱恩索尔附身于受害者从身体内部吸血。据信，莱恩索尔是患有分娩疾病导致母亲和孩子在分娩时死亡的妇女，这样的女人会在她死后40天变成莱恩索尔。传说中描绘成丑陋、可怕、复仇和愤怒。莱恩索尔进一步被描述为拥有红色的眼睛、锋利的爪子、长发、绿色或白色的长袍，大部分时间长着长牙的腐烂脸，还有飞行能力。人们还认为，莱恩索尔的脖子后面有一个洞，用于吸血。如果有人把莱恩索尔的头发放在这个洞里，或剪断他们的爪子，莱恩索尔就会再次变成人类。为了防止女性变成莱恩索尔，将玻璃珠放入尸体口中。马来西亚人有一个丰富的神话，涉及许多不同种类的恶魔吸血鬼类型。这当中最突出的马来吸血鬼之一被称为 Bajang。Bajang 通常被认为是男的，它可以变成很大的猫，在晚上喵喵叫。在一个版本中，莱恩索尔是一位美丽而迷人的女人，她在听到孩子死产的消息后，因震惊而死，变成恶魔。马来西亚的女性似乎有一种特别可怕的倾向，就是突然死于休克而变成恶魔吸血鬼。无论如何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女人拍了拍手，
飞到了他栖息的一棵树上。死产的孩子变成了坤甸。莱恩索尔穿着一件漂亮的绿色长袍，拥有长而细长的指甲和飘逸的黑发。这在他的脖子后面隐藏了一个喂食孔，他用它来吸食幼儿的血液。在这个版本中，莱恩索尔可以被收服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驯化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抓住它，剪掉它的指甲和头发，然后把头发塞进他脖子后面的洞里。不知道观众里哪个捉鬼大师可以去试试。在另一个故事中，莱恩索尔是一个恶魔女巫，她通过挥舞手臂并张开和关闭双手来尖叫和飞来飞去。为了防止妇女变成恶魔，在妇女死后，要立即将玻璃珠放入尸体的嘴里，将鸡蛋放在每个腋下，并将针插入手掌。这阻止了莱恩索尔尖叫和移动手臂和手的能力。传说一个人成为 Bajan 或莱恩索尔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遗传的，因为每个人的熟悉都是传家宝式的，从一个家庭成员传给另一个家庭成员，非常类似于欧洲传说中所谓的女巫附身。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将莱恩索尔描绘成一只巨大的猫头鹰，长着巨大的爪子，栖息在树上或屋顶上，发出忧郁的曲调，类似于女妖。现在，坤甸或者其他恶魔吸血鬼也有一些变化。如前所述，坤甸的流行称呼是莱恩索尔的死产孩子，他会变成猫头鹰出现，拍打着手臂飞走。为防止吸血鬼逃走，必须对珠子、卵子和针头执行上述相同的程序。通过一些误解，坤甸也扮演了莱恩索尔的角色，就是一个死于分娩的美丽女人。爪哇人将坤甸称为死去的处女的灵魂，她用脖子后面的洞以毫无戒心地追求者为食，除非他们速度很快，可以松掉她华丽的一缕头发。在爪哇和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， Languazer 和 Pontianak 的名字被颠倒过来，因此 Pontianak 是母亲，莱恩索尔是婴儿。在这里，他们也是夜间飞行的吸血鬼。但在爪哇岛，坤甸也像女妖一样在晚上为失去孩子而哭泣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完了，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，再会。